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各位是怎么管理任务的呢？我自己是用 Google Keep 来写待办事项，原因是因为不怕弄丢嘛，它存在云端，而且呢界面很简单很直接。不知道大家是用便条纸、笔记本还是各种工具软体呢？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理任务哦，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搞定这些任务。今天这期透过《搞定》这本书来看一看 GTD 法则的任务管理逻辑，来提高我们解生活任务、解工作任务的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挂念越多的任务，大脑的效率就越差。就像电脑的效能再好，如果我们开一堆背景程式都不关掉，那么电脑运算的效率还是会下降。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平常的杂事其实很多，常常处在手上没有停，脑子也没有停的状态。嘴里吃着饭，脑子里想着等一下要做什么，还有什么事情要记得。长期下来，我们大事可能没有什么进展，小事常常出现纰漏，没有时间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心里总是有一些让你忧虑的事情，最后思绪都被他们给填满，让你的整天都在瞎忙，都在出错。相信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度过一天的。那今天这一期 GTD 法则的介绍，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将脑袋里面不必要的程式关闭，把那些小事、杂事、不能产生能量的事、拖累大家效率的事情，将低效率的记忆型任务从大脑里面卸货在外部，并且效率解决的任务管理法则，让大脑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在真正需要它思考的事情上，而不是浪费资源用在空想跟挂念，或执行毫无规划、没有准备的低品质行动。值得注意的是 ，GTD 法则强调提高解任务的效率，而不强调解任务的优先级。用 GTD 的逻辑提高行动效率，要预先准备，将你心中的所有任务用有效的方式卸货在纸本或者其他的工具上面，并将它们拆解成能够在合理期限内完成的行动，然后再去依序执行。这个过程可以分成5个阶段，分别是搜集、分类、组织、检查和执行。搜集是用文字、影像、声音或任何方式，将当下占据你注意力的所有不管大事小事，都转移到比方说纸页、记事软体等工具媒介上面。这个媒介每星期你至少要去清空它一次，以确保其实你并不在意的事情不会一直累积下去。再来将这些资料分类，从第一项写下的资料开始，评断哪些任务可以在2分钟内解决。可以在2分钟内解决的任务，立刻在旁边写下解决它的具体行动。解决时间要超过2分钟的，你就思考应该要外包它、延期它，还是它牵涉到更大的任务，需要另外成立专案。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分界是2分钟呢？因为我们推迟一件事情的时间也差不多是2分钟，而这里面不是可以去执行的任务，比方说它是一条资讯，或者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比方说下个月旅行可以申请补助这样的资讯，它属于资讯，未来你或许会用到，就另外把它提取出来，存到最大的资讯池分类，以后你可以随时进来查阅取用这一条资讯。这个分类这个资讯池分类就是把你所有没有加工的东西都往这里面放，减少你考虑的时间。在这些资讯之中，如果以后不会用到，或者是已经没有意义的资讯，那你可以再考虑下一步删除。回到分类阶段，所有有期限或者要追踪的任务，请在旁边标记上它的期限、它的日期。如果这条资讯它是你近期很可能会用到的资讯，那么我们可以对它简单加工，比方说在旁边写下你预计旅行的时间跟地点，也能够帮助你进行更好的分类。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将这些任务以及他们的相应动作，我们说解决它、外包它，或者是延期它或其他处理，准备好之后，再按照优先级或是你的工作习惯进行分类，将它们组织好。以分别的清单分类，决定好先做哪些情况做。比方说开会要做的事情，组织一份清单，开会的时候用；下班下课后要做的事情，整理一份清单，到时候再用。2分钟内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是马上要做的事情，可以当成待办事项放在旁边，这一条直接处理。其余多的不知道怎么分类的，或者是暂时用不到的，这些东西通通丢到资讯池。好，那么在你解决完2分钟内行动之后，你开始有时间可以整理一些更复杂的资讯了，那么就可以把这些你还没有整理好、整理到最完整的资讯，转换成可以执行的下一步行动。下一步行动设定要很明确，它将是你进入这些更复杂的任务之后，第一个要进行的动作，内容越清楚、越具体越好。
比方说你下班后第一个任务是做晚餐，做晚餐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分类这个东西是随心所欲的。那你就可以在做晚餐这个分类里面设定第一个下一步行动，它可以是到什么市场买什么食材。如果你写的是买一盒6颗的生鸡蛋，这样的记录又会比写下买蛋来得好。把这些写下来，加入排程，这个就是你对应场景的任务清单和行动指引，也就是你下班以后把这个下班的分类拿出来，照着它跑，你就可以很快的执行完这个任务。用这样的方法类推到其他的场景，这样就可以加快你解决生活任务的效率。那我想这个 GTD 的大致逻辑重要的就是这些地方了。像这样的任务管理方法，你可以分类在电子信箱，或是利用实体文件夹、实体抽屉去分类，或其他任何你惯用的工作平台来协助你分类这些任务，将任务们根据特征来设定分类。当然每个人认知的特征不一样，随便举个例子，请大家举一反三。你可以用会议名称，可以用业务项目，可以用场景、专业领域，甚至是课程名称、长短期计划、日期、时间、年份等等去做你的特征分类。只要它能够清楚让你知道系统里有什么东西要处理，它就可以是一种分类。有些分类是建议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复杂任务要给它成立一个专案资料夹，要延期的任务可以放在等待资料夹、下次处理资料夹，需要好几个行动或者子项目才能够完成的任务，一样放在专案分类，给它自己一个资料夹。再把任务可视化，而且卸载到这些载具的情况下，你可以随时更新追踪这些任务，并确保他们有在推进。相信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专案需要管理。比方说，一个有在健身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动作、重量、组数进行追踪，并且不断的调整。一个持续更新的健身计划，其实它就是一个专案，可以放在专案资料夹。如果你有外包或者需要等待外部进展的任务，就放在等待分类。比方说，外包给 freelancer 2天后交件的案子，等待同事的业务数据生出来，才能够根据他继续做的工作，或者是某个日期帮谁庆祝等等的任务，就放在这个等待资料夹。定期进来检查。追踪进度，判断可不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那么并不急迫，将来可能会做的任务就放在下次处理分类。比方说你打算来一个小旅行，但是还没有任何规划，或是你未来打算要去的某个餐厅的简章资料，你都可以先放在这个下次处理资料夹。白话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待办事项，你打算要做，它就像愿望清单一样放在这里。那么当这些任务完结之后，不要删除它们哦。给完结的任务们一个资料夹，放在资讯池或者是同分类里面，加开一个归档已完结的分类，当成归档资料库。未来你就可以来这里找它们当做你的参考资料来使用。尤其是你如果是使用电子的方式来管理你的任务的话，归档起来压力特别小。每一个你完成的任务、完成的专案，最后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你都找得到它们。那么这个 GTD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提高我们解决生活任务的效率嘛。我们组织好的任务清单就可以当成我们的行动计划，就像前面提到的对应场景使用清单可以提高我们的行动效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单它可以用来抵抗干扰。干扰会一直存在，也许是突发的任务、突然的要求、突然你想到什么东西要办要查、突然被叫去做什么事情，还有一直响不停的电话、邮件还有讯息，这些东西在分心时代你是逃不掉的。所以呢，你需要刚刚准备好的那些规划、那些清单、那些计划，常常去检查自己是不是正在被干扰，是不是正在偏离规划，开始拖延或者是分心。规划可以帮我们控制自己走在有效的方向上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偏离轨道的时候，可以尽快的回到我们规划的任务里面，搞定那些我们预计要搞定的事情，并且让自己注意到那一些被一再拖延的任务是不是不重要到可以被删除，还是需要重新做安排呢？建议每周至少整体检查一次手上的任务，并且整理它们。最后就是执行工作计划了，你的行动必须要清楚、要扎实，并且在指定的日程里面完成自己规划的行动，不要模棱两可，不要暧昧不清，你才会产生进度。如果这中间有突发事件发生，不能现在解决，或者是没有必要现在解决的任务，就直接丢入搜集资料夹，或者是下次处理资料夹，下次循环的时候再整理吧。那么这期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让你的效率更高。这是一本好书，如果你需要加强自己时间管理或者是任务管理的朋友，强烈建议弄一本来深度学习一下。我是 Byron， 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